全部都是绿色的，感觉比花钱的还要好用啊。我们直接切一个1080试试啊，秒切啊！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本期的牛马小事啊。防火墙真的要没了，按照 AI 这样发展下去，它根本就拦不住啊，完全拦不住。自从上一期我讲了马斯克的这个 AI 可以实时收集节点之后呢，有很多小伙伴反馈说，我都科学上网了，我还要这个干嘛？太麻烦了。还有呢，什么一系列回复错误啊，不能回答之类的问题啊。经过我最近的测试呢，我发现了这个 AI 里面的那个定时任务功能啊，它完完全全可以解决小伙伴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用这个功能的话，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推送这个节点信息给你。就算你不处于翻墙状态，它也每天都会定时给你推送，它直接发到你的邮箱的，不需要你干预。这样呢，它就完美的解决了我们那些节点跑路啊，或者说突然就挂了，或者说很卡啊什么之类的，是吧？每天还要手动去更新，这个呢完全不需要你去更新啊，也不需要去问它，它每天都会定时给你推送节点，非常的爽啊。然后就变成了每天都有个 AI 喊你翻墙，就是每天都往你的邮箱给你发节点，叫你翻墙。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打开 Grok 的官网啊。这个文章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大家打开就可以了。我们打开 Grok 的官网之后呢，我们就登录嘛。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啊，登录啊，点一下。没有电脑的小伙伴也没关系啊，等一下我会演示一下怎么在手机端进行操作啊。这里呢，登录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种登录方式，你这里选择的登录方式呢，就决定了以后它这个 AI 怎么给你推送节点啊。比如说你用的是谷歌登录，但是它这个节点呢就会往你一个谷歌账号里面的那个邮箱推送这个节点信息。但是这个谷歌邮箱是要翻墙才能访问的，明白吗？所以说我们不建议使用谷歌登录啊，你可以使用 X 账号。X 账号呢，你就绑定一些国内的邮箱是吧？比如说 QQ 邮箱啊，或者说其他邮箱。你不要用需要翻墙的邮箱，就算你这个节点挂掉了，你以后你随便打开一个邮箱，你都能拿到最新的节点，明白我意思吧？这里呢，我为了方便演示，我就用谷歌来登录啊，你们不要学我用谷歌啊，我建议你们使用国内的邮箱啊，这样呢，你们看邮件的时候就不用翻墙了，因为你谷歌邮箱是要翻墙才能看邮件的。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左手边的这个 task 啊，这个闹钟的这个形状啊，点一下它。点进来之后呢，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add new 啊，就是添加一个任务啊。这里呢有很多个选项啊，分别代表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选项呢代表只执行一次啊，第二个选项呢就是每天执行一次，第三个呢就是每周嘛，第四个呢就是每个月执行一次，第五个呢就是每年执行一次了。那我们肯定是选择每天执行一次，对吧？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每天执行一次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设置时间了，这里呢这个时间就代表着每天的多少点执行啊。比如说我把它调成每天的10点吧，好吧，每天的早上10点钟啊，每天的10点钟给我执行啊，然后点击 OK。 接下来就可以输入提示词了，这个提示词呢我放在文章里面了，大家打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 Victoria 的，然后如果说你是 Clash 的话，你可以复制下面的。这里呢我就用 Victoria 的这个提示词啊，复制一下，然后呢就粘贴过来啊，直接粘贴，没问题，我们就点击这个创建啊，需要等待一下它才能创建好呢，它就创建好了。创建好之后呢，我们注意看一下，你看它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对啊？它好像是22点那是晚上10点啊，它不是啊，它不是早上10点啊，我想要的是早上10点是吧？那就是刚刚那个时间设置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那个时间有一个 PM 啊，是不是 PM 是不是？我们改成 AM 啊 ，AM 的话你就可以定位到早上了，你 PM 的话它定位的是晚上的。如果这个时间没问题了，我们就点击 OK 啊，然后就更新一下这个任务啊，然后呢时间就改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为了方便演示啊，我要改一下时间，我要改为等一下就能执行的一个时间了。我现在呢是12点钟左右啊，我看一下要调整哪个时间它能立马执行呢？为了方便演示给大家看嘛。现在是12点13分啊，现在是12点13分。那么我们先调成 PM 啊 ，PM 是因为12点它是属于下午了嘛，是吧？我们要改成 PM， 然后我就改成12点啊，12点13执行吧，好吧，12点13执行，下午的。然后我看一下现在的北京时间呢。北京时间呢是12点09啊，不对啊，12点09，那我们还得改啊，
然后为了快一点，我就改为这个10分嘛，好吧，12点10分。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等一下它到12点10分的时候，它会不会执行啊？我们等待一下，马上就到12点10分了。OK 了，到10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你看它就自动执行了，是吧？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页面关掉的，我们不用管这个页面有没有打开，我们去看一下邮箱啊。因为它这个任务的话呢是可以后台运行的，就是说你完全不用管它，就算你不打开它，它一样是可以帮你执行的，每天都会自动帮你执行啊。我们看一下邮箱啊，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说你那个账号是使用谷歌邮箱来登录的话，建议换成国内的邮箱啊，你不要使用谷歌，因为你谷歌的话你需要翻墙才能进去啊，这样呢你就做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这里为了方便演示我才用谷歌的，然后这里呢就收到了这个节点了，是吧？我们打开这一封邮箱看一下。这里呢，它就帮我们整理好了这些节点链接，我们可以直接点了就能打开的。我们随便点一个试一下。像这种呢，就是经过简单的 base64编码的一种节点呢，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导入了，是吧？你就导入到你的那个代理软件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测试了。我们测试一下，是吧？全是绿色的，而且呢，延迟非常的低啊，都是绿色的啊。有少部分是-1啊，但是基本全是绿色。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是没有的，看一下这个呢，这个也是没有的。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这个也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一封邮件里面它至少说有一个链接是有效的。我们也可以直接点进去，点开聊天记录看一下。这里点不开吗？可能那个按钮它是打不开这个聊天记录的，我们要从下面这个按钮来打开啊。这个按钮呢，应该就能打开到那个聊天记录了啊。这里需要验证一下，因为我刚刚切了节点了，所以呢，它就检测我了。等它验证，我们看一下它那个聊天记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 AI 回复给我们的内容了。它的原理无非就是定时使用我们设置的那个提示词问一遍，然后呢就把这个结果通过邮件的形式下发到我们的邮箱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邮件呢，它是有一个长度的限制的。你看我这里说获取10个节点，但是呢它最终把那个结果给我截断了，是不是？只有7个节点这样子。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多个账号去设置那个定时啊，或者说你设置多个定时任务，让它发送多封邮件给你，这样呢你就实现了一个无限获取节点了。不得不说，这个使用方式真的是比付费的还要好用啊。虽然说付费的可能比较安全，但是这种无限白嫖的形式是真的爽啊。我们去测试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啊。我们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吧，就找这个吧。看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啊？也是秒播放的，基本没什么卡顿啊。我们切成1080p看一下啊，点错了，要会员呢，我们不要这个，我们直接切成这个1080p 啊，看一下它的速度表现怎么样啊？对于免费节点来说，它这种速度也是相当的牛逼了啊。既然免费的都能做到这种速度，那你付费的还要来干嘛呢？付费的无非就是主打一个安全，是吧？但是至于付费的安不安全也不好说啊，毕竟这个东西很难说，是吧？除非说你完完全全是自己搭建的节点，那个才有可能是安全的。如果说你是花钱买别人的节点的话，这个安全也是没有保证的，除非是自己自建节点才是安全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端怎么操作啊，我们直接就登录了，是吧？这些就不用多说了，这有用 X 账号登录啊 ，X 账号比较方便了，登录进来。然后跳过啊，点一下跳过啊，怎么跳不过啊？跳过啊。然后呢，就点击啊这个右上角的2条杠啊，然后呢就有个任务啊，我们点击任务啊，然后我们就点击这个加号啊，点一下这个加号。这里呢我们就输入一个任务名称啊，这个任务名称就比如说叫每天10点定时给我发送节点，然后这里的频率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就是这个啊，每天执行一次。然后呢，这里就是时间了，10点钟嘛，每天早上10点它执行一遍。这个提示词呢，我放在视频的下方了，大家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啊，然后就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就保存，这样呢就创建好了。创建好了之后，到时间你就会收到这么一封邮件了。我们打开这封邮件看一下，是吧？这些节点呢都列在这里了，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看了。我看选哪个，我就选这个吧。看一打开都是有内容的，我们复制一下这个订阅链接，复制一下，然后呢就直接导入到我们这个代理软件不就得了吗？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操作了吧，一点都不难呢。我们就添加进来，然后我们去测试一下，看通不通啊，是吧？全是绿的，基本全是绿的，是吧？这个延迟非常低啊。然后我们去刷一下 YouTube 看一下有多快啊，看一下它卡不卡啊，还可以啊，这个速度啊，是吧？它加载的这个封面也是很快了，感觉啊。OK 了，本期教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